嗨，朋友们，今天要说的书是《写给失眠者的心理学》。这本书它好像有点邪乎，我已经看完它3个月了，就是各种离谱的事情都会出现在我录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比如说2次没有收上音，还有录着录着手机突然关机，还有录完了它一段收上音，一段没有收上音，反正就很奇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奇怪。今天我又比较闲，我再来挑战它一回。反正这一类书我自己的观点就是看一些问题在哪儿，但是要是真是想要得到一些具体的可以执行的改变方式，着实是有一些不太行。虽然不包括所有人，但是大致上而言，患上失眠症的人都是有不安倾向的人，所以说很多患上失眠症的人其实是能睡着的，他们是恐惧失眠，越害怕失眠反倒越睡不着觉，是恐惧让他们无法入睡。其实对于失眠症患者而言，睡不着并不是问题，害怕睡不着才是问题。说自己患了失眠症的人，部分痛苦是来源于失眠本身，但是在出现这些症状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是感觉到内心有不安感存在的人，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本质。因此除非解决内心的不安，否则根本治不好失眠，即使吃了再多的安眠药也没有用。这本书里面没有讲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，比如说睡前泡脚，睡前喝一杯牛奶，或者适当运动，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并没有讲，因为它毕竟是一本心理学的治疗失眠的书籍嘛。心理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安，这种不安感可以有很多来源，比如说可以来源于贱卖自己，这个指的就是讨好型人格，小时候缺乏关爱，长大之后为了获得他人的关爱，就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取悦讨好他人的行为。小时候缺少关爱的人，长大之后内心也会缺少这一方面的关爱，所以这是这一类人患上失眠症的重要原因。心理上的无法独立，让他们想要获得爱，想要去讨好别人，这就是贱卖自己的一种表现。这样的行为与其说是一种贱卖，不如说是背叛，讨好他人。贱卖自己的人其实是背叛了自己。归根结底，勉强为之是由怕被人讨厌、抛弃的不安引起的。贱卖自己的人对谁都没有防备，特别是对有病态要求的人没有防备，即使自己做出牺牲也要迎合他。不安感也可能来源于心中有悬而未决的事情，可能是没有做完的作业，可能是没有完成的工作，也可能是一种欲求不满。这里的欲求不满指的并不是得到得不到的问题，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他的问题。有很多欲求不满的人，并不是他得到的不够多，而是他迄今为止的生活状态并不是十分适合他。这种欲求不满并不是单纯的物欲，不是对于爱美食、爱钱这样比较浅显的欲望，而是更深层的没有表达出来的。比如说是对于一些过去了的事情，即使口中说着过去了没关系，但是心里不自觉的会给他打了一个结，其实并没有过去。有一部分人睡不着的时候，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睡不着的原因，比如说和恋人吵架，被上司责难，或者跟朋友之间有一些摩擦。这些人的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，他们的睡眠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。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即使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失眠，但是问题解决了，他们依旧不能改善失眠的这样的问题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普通的好事就很难让心情好起来，因为人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嘛，人受懊恼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。有的人呢，因为问题的解决，所以解决了失眠的问题，但是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了，但是由于懊恼的程度很深，他并不能在事情解决之后就安然入睡。个体的差异性让每个人对于情绪、对于事物的感知力都是完全不同的。其实《钝感力》这本书，说实话，这本书我觉得并没有说的那么好，但是钝感力这个词是非常好的。有一些人的钝感力他就是强，有一些人就是会更敏感。有的人会因为具体的问题而失眠，然后问题解决了，他的失眠也好了。但是有的人问题解决了之后，他的失眠也没有好，他会继续沉浸在那种悲伤懊恼的情绪里边，自我攻击，无法自拔。尤其是睡不着的深夜，人的感性占据了上风的时候，就是深夜容易 emo 嘛，就是更容易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边，所以越想越睡不着觉。还有一种不安感的来源是野心。阿德勒说，失眠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病态的野心。病态的野心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野心，为了在不安中自我保护，只好站在一个比他人都优越的位置。
因为恐惧、焦虑而失眠，其实是难以接受自己无法站在比他人优越的位置，随之内心产生不安，进而才对无法酣睡产生一种过度的在意，想要睡却偏偏辗转反侧睡不着。为什么总想站在比他人优越的位置呢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，因为心灵的不安，而心灵的不安是因为深深的孤独感。这一段我觉得要是解释为人类的劣根性要强、胜负欲，或许也不是不行。我当然认为这样病态的野心是不好的东西，但是这种性格里带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改变的。如果能放下不自觉的与他人的比较，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。但是说实话，这种事情我自己都不能完全做到。还有一种不安感来源于自控，就是由于成长环境、个人性格或者是其他原因，有一部分人他就是不会表达愤怒的情绪。现代人大多都有失眠或者抑郁的症状，这大概就是由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愤怒造成的。自控的性格既是长处也是短处，有一些人睡不着就是因为他的情绪没有得到及时的疏解与处理。过度自控的人无法释放真实的情绪，控制情绪反倒会压制情绪，让人为此烦恼，这个是自控性格的短处。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是，有一部分人的失眠是来源于压制自己内心的利己主义情绪。西贝利十分认同这个观点，他说，为失眠而苦恼的人是病态的，这些人里大部分是疑似非利己主义者的牺牲者，也就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、毫不为己，而是假装关心他人。这个我感觉可能就像是罗老师说过的，人总是会有一种习以为常的伪善，我们有的时候去关心他人，去帮助他人，但是其实并不是出自自己的内心，这种与自己的本性相违背、拧巴的东西其实就是病态的。虽然当下没有意识到，但是它会有一些潜意识，有一些就是不会被看到的影响会留在我们的身上。有的时候有舍弃才有得到，舍弃一些虚假的虚伪的东西，去做一个真实的自己，做一个强大的人，或许才会有强大的能量去吸引来一些更好的东西。反正这些话目的就是说将心灵舒展开，只有心灵舒展开，才不会为一些情绪所扰，不再让自己的心里充满一些愤怒和悲伤、恐惧这样的情绪，人才能睡个好觉。其实睡觉对于人类来说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点是，书里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一个人他平常不是很频繁的失眠，但是某一次他第二天有一个会议，他是这个会议的主讲人，他晚上就焦虑、担忧，睡不着觉。这种失眠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把第二天参会的人当作与自己亲近的人，而是隐约把自己放在了与他们的对立面，害怕讲得不好被他们嘲笑，被他们看不起。其实简而言之，这就是一种孤立感。就像我室友有一次失眠，他也是第二天有一个线上会议，他就很紧张，因为这个会议里有很多认识的人，无论是朋友也好，或者只是有一点小小交集的人也好，他就很紧张，他一直焦虑到4、5点钟也没有睡着觉。就这样的情绪很容易在深夜被放大，但是这种事情要怎么解决？可能只是安慰自己说，生活并不能面面俱到，一个人他没有3头6臂，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，人生不是写着万事如意的贺年卡，所以就是以自己平常的心态去对待这样的事情。当然这样说其实是容易的，但是做起来可能并不会这么容易。但是总之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，世界上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如我所愿的，就平常心吧。就像我这个视频，这个应该是第5遍了，已经录第5遍了，麻了已经。书里说勒夏特列原理就是朝平衡的自己施加一个力。就比如说今天我本来很正常，但是我跟自己说今天晚上不能失眠，但是反倒出现了一个反作用力让我失眠了，这个就是勒夏特列原理。做什么事情也不能要求100%如愿吗？我当然希望这一遍它是正常的一遍，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，毕竟已经失败了4、5回了。我自己也是经常失眠，然后我自己失眠的原因我是知道的，但是它很奇怪，可能无法规避，和不安感有关系，但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和一种隐藏的自卑感也有关系，但是这种自卑感也是有触发条件的。说是自卑，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一种琢磨不透或者抓不住的一种情景的
恐惧、向往和恐惧，怎么形容呢？反正就是每个人失眠的原因都不一样。有一些人的失眠的触发机制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，兴奋激动。我的这个它可能就是对于美的向往和恐惧。算了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要是能完整的说清楚，其实距离解决它应该也就差不多了。书里的一些可能偏具体的解决办法，就是按我给它概括一下，就是第一个，一定要有知心朋友，就是什么都能说的朋友，贵精不贵多，无论什么情绪，大家彼此都能及时的把它疏解出来，把它说出来，就不会积压在心里，造成一些情绪问题、心理问题。还有运动确实是有一定效果的，我忘了是这本书还是在其他的书里看的，就是说运动确实会就是加强一点精神上的动感力，让人不会那么敏感。当然就是如果实在是太过敏感的人，运动带来的改变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。第三个是反复阅读同一理论，就是多次的阅读同一理论，强化人对于这个理论的一种认同感，我觉得可能算是一种自我催眠吧。就像反复的阅读，肯定多少会吸收到一些。对，还有一种情况是精神太过紧张，就是有一些人他说自己失眠了睡不着，他其实是能睡着的。就像他可能平常11点睡觉，他某一天突然想，我睡得太晚了，我早1点睡吧，他10点就早早的上床躺着。他过于期待自己提早进入睡眠模式，他反倒就是过了11点，他正常入睡的时间他也没有入睡，他过了这个时间他就想，完了，我今天失眠了，我睡不着，然后一遍一遍这样想，一遍一遍看时间，他反倒就是越来越亢奋，越来越兴奋，这一晚上他可能睡得都不好。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需要一些睡得着的自信，但是这种睡得着的自信肯定是说一说没有办法得到的，这是心智带来的东西，心智难改嘛。所以书里有一句话说，在审视自己的时候，不要轻易做出脆弱或坚强的判断，不要一味责备自己脆弱不堪，那会让原本应该很坚强的自己真的变脆弱。即使说了我很脆弱这句话，你也要明白，是你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你迄今为止的心理状态。最后这本书到底有没有作用，就还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嘛。但是它确实也是比较具体的指出了一些心结的所在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一本带有鸡汤性质的通俗心理学。其实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指望一本书能带来多大的改变，多大的效果，书的力量没有那么大。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朋友发现，我已经好几期没有拿过纸质书了，因为最近这个天气太潮了，我的书都潮瓢了，然后我就是给它处理了一下，压在一起了，所以最近可能也用不了多久吧，反正这几期都没有拿纸质书。我看到很多朋友问我说怎么选择一本，或者是怎么选择译者这样的问题。其实我是很不擅长选一本选译者的，我都是看到这本书了，就是我就买回来或者直接拿过来看，我也不怎么挑，就因为不管译者如何，这个故事它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但是虽然我不挑，并不代表我看的就好，所以就算我没有拿纸质书，我也会在边上就是放一个书的封面的一个图片如果我没有放，那就是我看的这个译本。我也不是说我看的不好啊，但是我看的这个它属实不是最优秀的译本。好了，没了，那就这一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好好睡觉，拜拜。